男嘉宾小东23岁，来自辽宁，是一名销售；女嘉宾小于22岁，来自黑龙江，是一名文员。来，有请两位。两位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？愿意。我愿意。两位怎么认识的？大学的时候有一场文艺晚会，然后当时我俩是同台演出，因为都是老乡嘛，然后就感觉，哎呀挺好，然后我俩就是交个朋友，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感觉挺合适的，然后就在一起了。小片里说他现在要跟你分手是吧？对。为什么呀，姑娘？我就感觉吧，最开始的时候，他对我特别好，结果他就是后来越来越管着我，总想让我顺着他的意思走，我就觉得有点受不了了。他都管你什么呢？就比如说，主持人，你看我现在挺瘦的，原来时候不这么瘦。他最开始的时候跟我说啊，我就喜欢你这种带点肉的女生，怎么样的。后来就是说，你看你怎么这么胖呢？就非得让我减肥。一开始本来就有点胖啊，属于虚胖那种了都。胖怎么了？但是后来胖怎么了？因为就是胖怎么了？嫌我们胖你？这大过年的，你老提这干什么？这小伙子，郭老师给你转回去。本来今天晚上心情很好，上来就说。这女同志哈，这个接着说吧啊，就是减肥了是吧？啊，然后减了多少斤呢？20斤。哇，说这姑娘现在看着也比较可怕了，有点啊，就是太很骨感。接着说啊。每次吃饭的时候，让我必须先上秤称一下我多少斤，然后给我定我这顿饭吃多少。那不也是为了你好吗？那个数字对人对有刺激，看上秤之前多少，吃完饭之后是多少，然后用这数字最能直观体现他这段时间的这个体重变化。那你是这样吗？我不是啊，因为他对我来说没什么太大的要求啊，我明白了。他感觉我挺完美的。你属于数字化管理。我要是吃不饱吧，他也不让我再吃了。我就记得特别清楚一件事，就是我有点饿了嘛，然后正好我同学给了我一块巧克力，我就吃了，被他发现了，他非让我吐出来。后来我没让你吐啊。你吃什么巧克力啊？你给我吐出来！你赶紧给我吐出来！对，别说了，我们这会儿正吃饺子呢，这大过节，反正就听这2件事，我觉得你们俩这个就真的该分手，就是完全受不了啊，这基本就是个渣滓洞啊。还有就是原来上学的时候吧，我是比较懒，我也不怎么化妆，就是打个底。现在实习了嘛，他就说你都步入社会了，你化点妆怎么样的，天天看着我化妆。本来就是嘛，你一开始素面朝天，跟村姑似的。那我到时候上单位接你去，一看，哎，你对象这么立正，怎么地的？呦喂，你有那么立正吗？他们那个单位同事说的。然后我就是希望她化点妆嘛，毕竟一个女生嘛，漂亮的上班之后是吧，对自己有好处。那你至于那么过分吗？6点就给我叫起来了，看着我画。他说，哎呀，这边不行，擦重画；那边不行，擦重画，得折腾到快8点了再出门。我也愿意睡懒觉啊，但是为了你的美丽，我不也牺牲了睡眠时间吗？他最开始让我画哈，最近几个月又不让我画了，说我画太浓了，说我画的淡一点就行，不画也行。不是你起不来了，所以你不让他画吧？不是，就是说，我发现他化完妆之后，单位那男同志老跟他聊天，尤其那小刘。我跟小刘聊天。那是好姐妹。小刘是男的还好姐妹啊？他不是也爱美吗？爱化妆啥的，他就看小刘也化妆。这现在男同志好像年轻男同志还都有点这个。单位小刘他也老找你聊天啊。他就问我用的什么化妆品，给他介绍介绍。那用天天问吗？都问东问西的呀？也没天天问呢。这确实挺矛盾的，既希望自己的女朋友好看。太好看了吧，又怕被别人惦记着。就是我希望他就是在单位别那么太化了，跟我逛街的时候画，让我带出去哈，有面啊，招风。明白了，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因为这点事儿分手吗？至于的吗？还有的多了呢。他说我矮，你看我矮吗？不是你多高啊？1.68米。你多高啊？我1.88米呀。一开始是不嫌他矮，最萌身高差20厘米嘛，然后就不嫌矮，但后来我又看新出一本书，说让差15厘米最好，反正就让他穿高跟鞋了，5厘米的嘛。他天天让我穿高跟鞋，不管我多累都让我穿高跟鞋。有一会儿我们俩刚吃完饭，顺那楼梯往下走，我正挽着他呢，我那高跟鞋没站稳，一下摔那儿了。他不把我扶起来也就罢了哈，他拽着我拖着我顺楼梯往下走。当时没反应过来，他一下躺在楼梯上，就顺着楼梯躺着往下滑，当时我惊呆了都。没看我哪往下滑了？我就是卡那儿了，然后你拽着我给我拖下去的。我从小到大没经历过躺着往下滑的，完了我当时不知所措了，然后我就拽着他，我还怕自己倒，我腿长，
重心有点不稳，然后就拽着他完事到底下之后，然后完我才反应过来就把他拉起来。那你为啥拉我之前你要一顿笑呀？我腿都青了，都肿了，你竟然在那一顿乐。谁看到那种场面他不乐呀？我不看你没事之后我才笑的吗？他对你好吗？平常？就是天天管着我。啊，这啥都管，什么都得让我顺着他的意思来。我要不顺着他吧，他就不乐意。你看减肥这事儿我可以理解了啊，就是。那我天天那给你免费当摄影师，又跪着又趴着给你拍照，你咋不说呢？我就坐那一个姿势，你给我拍了不下20多张，我坐那都僵了，而且我浑身上下让蚊子叮的全都是包。你倒好了，你来了一句，你磨叽什么呀？不就是那么点包吗？又不是我叮的，给你挠挠不就得了？然后就一直在看照片。哎，但是你没看那照片拍了什么效果？你爸妈多乐呵呀！那我爸妈是不知道我叮那么多包。那照片拍的多好看呢！把那照片裱起来，跟照片过。还真裱起来了，放他妈那卧房了。嗨，那像这么一个人，自己应该也特别讲究吧？他不对，他就不这样，他把我按照这个标准来规划哈，他自己就不对，他自己就想怎么地就怎么地。你看他浑身下下力争的，都我给他整的。你要分手？你不想分手？我就不分。连想这个词儿都不能用是吧？对呀，因为马上他就差一点就成我女神了。马上。你根本喜欢的就不是我，就是喜欢你想象的那个女神。我这不也把你打造一下吗？你不希望成为一个女神的？行，你是真想分吗？其实下分手这个决定吧，我也想了很长时间了。他特别管着我嘛，我不想让他管，然后我一反抗，他就说我就这样，我改不了，我要受不了大就分手。他总这么说，然后我就一想吧，他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就得一辈子受他这么管制，要不然我就跟他分手。我明白了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啊，跟这个弟弟的要求都差不多，就希望的女朋友的标准：第一，长得要漂亮；第二，眼睛要大；第三，头发要长长的。就刘德华当初做过一个特别有名的洗发水的广告，就我心目中的女朋友必须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。什么？那是什么洗发水？忘了。拉芳柔顺洗发露。然后到一定岁数之后，发现这些不是那么重要了。但现在流行的不是这1、2、3，现在流行的是说，除了长得漂亮、眼睛大、头发长之外，还得有什么？比如说身材得凹凸有致。你有这样的标准吗，弟弟？身材这方面，我就希望他瘦点就行，完了就是别连个瓶盖拧不开。他有时候连瓶盖拧不开，我就老来气了。那么瘦能拧得开瓶盖吗？哪有力气拧瓶盖？关键又不是铁瓶盖。不吃饱了能有力气减肥拧瓶盖吗？吃饱减肥不白瞎了吗？我就问一下哈，如果你发现一个女人各方面都特别好，就简直就无敌了，只有一点，像关玲这么胖，你能接受吗？我看情况吧，到时候。你看，所以说还是不爱你，发现了。问题就在这儿哈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小兄弟，一看就是从小被憋屈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？因为有一种说法叫中国式家长，有一种冷是我妈觉得我冷，有一种饿是我妈觉得我饿，完全按照自己的想象去教育自己的孩子，去调教自己的孩子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弟，你可能是从小被憋屈住了。可能你的父母对你要求就很严格，必须要显得很完美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。差不多。所以你就会不由自主的要求自己的女孩或女人，也像自己想象的那样。所以你叫中国式男友，对吧？有一种胖，叫我的男朋友觉得我胖；有一种化妆，叫我男朋友觉得我该化妆；有一种不完美，叫我男朋友觉得我不完美。世上有完美的人吗？没有。要求完美的人也分2种，一种是说要求别人完美，也要求自己完美；还有一种是只要求别人完美，不要求自己完美。要求自己完美也要求别人完美的人，有点像我，就事儿妈。对，对自己事儿，对老婆也事儿。但我最怕的那种人，就女孩们一定要远离那种人，就是只要求对方完美，不要求自己完美。我怎么觉得你有点这样？这很糟糕。女孩，当你过了现在这个年龄，你就会发现，你也会对男人有要求。你现在对他没什么要求，他看上去都不错，是吧？但是当你再大一点、再成熟一点，真正懂得爱情的时候，你就会对男人也有要求。不要求1米88，
不要求多瘦，不要求长得好看，要求他有事业心，要求他进步，要求他有担当。那个时候，男人的那些条件变成他完美的条件，你会对那样的男人有向往、有要求，而不只向往一个个子高高、帅帅、对你有要求的男人。所以弟弟，我最后的话很简单：如果你只要求别人完美，不要求自己完美，不能摆脱自己中国式男友这些臭毛病的话，等你的这个漂亮的女朋友再稍微成熟点，她就是别人的完美女神。看到了一对很任性的年轻情侣，我来还原一下他们的吵架啊。你无情，你无义，你无理取闹；你无情，你无义，你无理取闹；你无情，你无义，你无理取闹；你无情，你无义，你无理取闹。就完全是琼瑶阿姨的一段戏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但是我的观点就是，女生，我们赶紧跟他分手吧。因为我觉得爱情最重要的是公平2个字，就是你爱我，我也爱你。那我觉得你爱他太多了，然后他也爱你，但是他爱的是他自己也说他心目中塑造的那个你。我觉得这个男生还是年龄比较小，不够成熟，你对他的那个要求就比较小儿科，所以你也需要就是时间啊、精力啊，再历练你一下。如果你真为他好的话，就应该爱他原本的那个自己，而不是你喜欢的。所以，我真心的劝一句：如果活得比较憋屈，然后又觉得那么多不满意，想分就分。2015年有一个新的开始，然后如果你爱他的话，你就再重新追吧。啊，好吧，重新追，看看你重新表现。对对对，老百姓说今天大年初5嘛，人家叫破五嘛啊。我就是觉得你们如果现在分了，非常可惜，因为你们还没有尝到被对方爱上或者爱上对方的感觉。你们现在仅仅是喜欢。男孩，你的所有的这种所谓面子，自己女朋友漂亮，自己很自豪这种感觉，每个人都会有，我也曾经有过，很正常。但是那仅仅是成为喜欢这个层面。情侣之间真正的爱是在于敢于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对方看，并且心里很踏实。女孩来说，敢于在你面前卸妆，敢于以最自然的这种状态面对你，而还能得到你的欣赏，那会儿女人才会对你有信心，那会儿女人才能感受到你对她的爱是真的。回想你现在对她怎么爱吧，你关注的是什么？身高、体重、外表。一开始可以，谁不希望自己的女朋友漂亮呢？但是如果你仅仅在乎她的这些点的话，那她对你的信心是一点一点就消失了。当你把她打造成你心里的那个女神的时候，就是你们俩分开的那时候。因为她一定要的不是这个，要的是说，当她有一天有可能病，必须老或者变得难看的时候，还有你对她那种一如既往的爱，甚至于更深。没有任何人是完美的，但是你的眼光是可以完美的。你可以用完美的眼光去欣赏不完美的事物，让它在你心里变得非常的完美，好吗？不要追求外表的那所谓的完美，真正的完美的爱是一定要用你真正爱他那份心去体会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有的时候我特别弄不明白你们2个人的对话的那个方式，就满脸写着矫情。这2人在一起认识也不容易嘛，干嘛那么挑剔呢？这喜欢一个人本来按道理来说只有一种感受，就是越看越喜欢，爱不释手。我觉得这叫真喜欢吧。但是你满嘴说的就是不满意嘛，你就这儿不满意那儿不满意，你不满意你跟他在一块干什么呢？虽然这是大过年的，但是我依然要说，表面上看上去是小问题，是挑剔，但其实是大问题。因为挑剔这种东西会让人寒心的，就是你怎么付出对方也不满意，他总能够挑出你的毛病。很抱歉，大过年的时候我也说这么沉重的话。一个女人挑剔一个男人挑剔了一辈子，总是说他这儿不好那儿不好，直到这个男人在走之前，他还在挑剔他的饭菜做得不好，结果男人再去把饭菜回炉的时候，因为脑溢血一头栽倒在灶台上。
女人后悔了一辈子，为什么就这么挑剔？连这男人在死之前都没有得到她满意的赞美。所以说，你说挑剔这事是不是一件大事？表面上说好像是说我是为了你好，是生活当中的小插曲，但是其实挑剔有的时候真的会让人寒心的。为什么喜欢一个人不尝试着去赞美他？肉肉的挺好啊，挺可爱啊，是吧？干嘛要那么瘦呢？如果他的胖已经危及到了健康，那么以一种关心对方的方式要求对方去减肥，我倒觉得真是为了对方好。如果对方不爱读书，平时不上进，你去激励他上进，我觉得那是对了他好。但问题是，就这外形来说，你有什么好挑剔的呢？如果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倒反而要挑剔你。你虽然有1.88米，但是你太瘦了，你一点都不壮，还有你站那儿一点气质都没有。如果我要挑剔你的话，我挑剔你一大堆的毛病，我可以举出100条你配不上他的理由。就凭我这张嘴，我说的你很不自信。但是同样，如果一个不如你高、不如你帅的男生站在这儿，我也可以把他赞美得很有自信。所以说，我可以赞美一个人，为什么要去抨击他呢？要说他不好呢？赞美的时候，往往能够让一个人变得更完美，而你总是挑剔，只会让一个人更难受。所以说，以后尝试着采用另外一种方式，也就是赞美的方式，去挑剔对方。这样的话，双方心情都会很好，因为没有谁是不想得到对方的认可。不要因为挑剔，让对方内心留下真正的伤痕。莎士比亚说过，挑剔是扼杀爱情的元凶。祝你们新年快乐。